字中蕴含的情绪竟如此强烈。我懂。我对神眼族7大真主的实力早有耳闻，那你们试试斧头！佐山克也在，你们怎么还纠缠不休呢？我说我得到了野心。吞噬星空233集，罗峰参悟远古文明，突破瓶颈，巨斧终于杀到，神斧全开，暴揍神眼族2大真主。谁也未曾料到，罗峰与座山客师徒2人在寻找封魔灭神甲最后2枚鳞片的途中，意外闯入了一处尘封无尽岁月的远古文明遗迹。因为这座隐秘岛屿与世隔绝，暗藏无上传承，不仅让罗峰突破困扰许久的秘文屠流瓶颈，更顺势引爆了一场横跨3大势力的宇宙最强者巅峰混战。罗峰跟随座山客踏足岛屿的瞬间，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他判定这是远超当下所有族群的顶级远古文明。座山客的一番唏嘘，更是揭开了宇宙海各大顶级势力的传承真相。现如今，横行宇宙海的神眼族2大圣地宇宙，看似底蕴深厚，称霸一方，实则都依托远古遗迹传承崛起。因为神眼族7大真主的联手秘法，2大圣地得专属修炼体系与战斗方式，皆源自上古文明残留的碎片传承，并无原创的顶级大道。而座山客观绝宇宙海的至宝炼制手段，也并非天生，而是自身奇遇叠加无尽岁月参悟所得。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当代强者永远无法超越上古存在，因为所有人都在捡拾上古残羹，无人能走出全新的顶级大道。师徒2人深入宫殿腹地后，终于发现了这座遗迹最核心、最悲凉的秘密。一面巨大的石墙之上，镌刻着无数神秘古字，这些文字与宇宙至宝传递讯息的文字同源，自带极强的意志共鸣。文字字里行间满是愤怒、不甘、悲凉与悔恨，反复诉说着突破依旧难逃死亡的绝望。因为这位远古强者耗尽毕生心血突破境界，创出无上绝学，本以为能挣脱轮回桎梏，最终却依旧难逃陨落命运，所有努力尽数成空，只能留下满腔悲叹，警示后世修行者。座山客之所以看完文字后心生悲凉，是因为他一眼看穿了这位远古强者的实力层级。这位留字的神秘存在，实力远超当代所有宇宙最强者，即便是人族元祖、神眼族第一真主、2大圣地始祖，也未必能与之媲美。可就是这般逆天强者，依旧抵不过轮回大限，难逃陨落宿命。也正因如此，座山客才会感慨，现如今喧嚣一时的各大顶级族群，在无尽轮回岁月面前无比渺小。数万个轮回时代过后，大概率尽数湮灭，唯有极少数势力能留存存续。面对无尽轮回的宿命枷锁，罗峰的心境却愈发坚定，因为他修行不过10余万年，相较于动辄存续亿万年的轮回时代，不过弹指一瞬。如今已然踏入宇宙之主层级，手握星辰塔、封魔灭神甲，是无与义3大至宝，前路上有无限可能。既然上古强者能逆天突破，创出无上大道，那他未必不能走出一条超脱轮回的新路。师徒2人继续探查，最终在核心宫殿庭院中发现了整座遗迹的至高传承，一面镌刻着亿万纳米级密文的巨型石壁，无数细碎密文交错纵横，贯穿石壁内外，交织成一方完整的立体密文大世界。仅是目视观摩，便能让人感受到浩瀚无边的大道威压。罗峰静心钻研石壁1/1000的角落细节，因为他深知大道循序渐进的道理，唯有吃透基础微观密文，才能逐步推演整体大道。可即便只是一隅之地的密文，依旧博大精深，让罗峰全身心沉浸其中，不知不觉便参悟了整整3天3夜。等他回过神来，已然豁然开朗，困扰他许久的宇宙尊者及密文瓶颈彻底松动，终于摸到了宇宙之主层级的密文大道门槛，迎来了至关重要的突破契机。座山客见罗峰机缘深厚，天赋卓绝，索性顺水推舟，从这套无上密文中参悟提炼出5大基础密文图。这5大密文图虽然仅蕴含上古绝学的1/1000威能，却远超当下宇宙海所有已知密文体系，堪称顶级跳板。因为有了这5大密文打底，罗峰后续参悟整套上古传承，突破大道瓶颈将会事半功倍，彻底补齐自身秘法短板，战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就在罗峰即将潜心闭关，深耕密文传承之际，座山客敏锐感知到外界传来剧烈的空间波动与能量轰鸣，确认有宇宙最强者正在深渊正面厮杀。因为宇宙最强者的战斗层级极高，能量波动足以震荡整片第9深渊，普通强者根本无法靠近探查，唯有座山客这等顶级独行者能远距离安稳观战。为了让罗峰见识顶级强者的战斗格局，积累实战眼界，座山客当即叫停罗峰修炼，带着他破空而出，奔赴战场观战。罗峰为了不浪费这份绝世机缘，特意留下一尊神力化身驻守远古遗迹。因为神力化身无需参与战斗，无需应对危机，这片岛屿又绝对安全，无人打扰，刚好可以全天候静心参悟秘文传承，本体外出观战历练，化身留守闭关修炼，双线并行，稳步提升。这也是宇宙尊者层级才能掌握的能力。相较于不朽神灵，宇宙尊者神力凝练，意识稳固，分化化身依旧能保持完整修行状态，性价比极高。师徒2人乘坐座山峰全速赶路，无惧深渊任何凶险，速度一路飙升至10万倍光速，直接撕裂空间，无视法则禁锢。罗峰起初上解担忧，这般极致速度会引发巨大能量波动，暴露自身行踪，引来强者窥探。可座山客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实力超然物外，手段通天，纵观宇宙海，敢主动招惹他的强者寥寥无几，根本无需忌惮任何宇宙最强者。这份底气便是独属于顶级独行至
至尊的绝对自信。赶路途中，座山客更是拿出第2轮回时代的珍藏美酒，师徒2人从容品酒，静待战局，心态截然不同于战场焦灼的各方强者。抵达战场外围后，罗峰遥遥望去，瞬间看清了对峙的3方顶级战力，一场颠覆认知的宇宙最强者混战赫然呈现在眼前。交战双方并非罗峰担忧的人族与神眼族死战，而是神眼族第3、第6两大真主围困石梦族宇宙最强者金黄魔神，3方至尊级强者对峙，气场碾压整片虚空，法则尽数凝滞，深渊狂暴乱流，炽热炎流尽数退散，足以可见宇宙最强者的恐怖威压。这场对峙的起因看似是神眼族认定金黄魔神夺走了武魂之主遗失的风魔灭神甲与银色羽翼，实则是神眼族的刻意立威，杀鸡儆猴。因为神眼族身处第1轮回时代末期，临近轮回大限，族群存续岌岌可危，急需通过碾压震慑其他顶级族群，稳固自身宇宙海霸主地位。2件次顶级至宝对于坐拥无尽底蕴的神眼族而言不值一提，可借此机会打压异族，彰显神威，震慑所有嘲讽神眼族落败的势力，才是其真正目的。金黄魔神之所以敢硬抗2大真主拒不退让，是因为他自身战力逆天，且坐拥顶级宫殿类至强至宝黑石神殿，足以硬抗2大真主的联手攻势，立于不败之地。他身为第2轮回时代石梦族唯一的宇宙最强者，本体可化为13触角金黄异兽，能分化13具分身，战力诡异多变，攻防兼备。即便神眼族2大真主全力出手，也无法破开他的至强至宝防御，只能陷入长期围困的僵局。而2大真主之所以迟迟不肯退去，执意纠缠，是因为他们并非孤军奋战。神眼族其余真主正在全速驰援，一旦4位真主齐聚联手，便能施展族群传承的合击秘法，强行封印拥有至强至宝护体的金黄魔神。金黄魔神心中无比清楚，拖延越久，自身处境越危险。可他生性桀骜高傲，不甘被神眼族肆意欺压羞辱，只能硬着头皮死扛。双方陷入漫长对峙僵局。就在3方僵持之际，第4位宇宙最强者轰然入场，正是从清风界极限赶路而来的人族巨斧创始者。巨斧的到场瞬间打破了战场平衡，让原本焦灼的局势彻底升级。神眼族2大真主见此瞬间转变目标，放弃围困金黄魔神，将所有杀机对准巨斧创始者。因为在他们眼中，金黄魔神有至强至宝护体，难以斩杀，而人族巨斧看似最弱，外界传闻其没有至强至宝傍身，是最好拿捏的软柿子，刚好可以拿来立威，覆灭人族唯一至尊，彻底震慑宇宙海所有族群。2大真主的狂妄嚣张，彻底点燃了巨斧创始者的战意。神眼族仗着族群底蕴深厚，坐拥7位宇宙最强者，素来轻视原始宇宙人族，此番更是直言灭杀巨斧，覆灭人族，彻底触及了巨斧的底线。他本就效仿远古元祖，心怀纵横宇宙海的壮志，此番正好借着神眼族立威的心思，正面硬刚2大真主，为人族扬名立威，打出原始宇宙的尊严。战局彻底爆发后，神眼族2大真主不再保留，全力施展远古传承的无上秘法。第3真主催动领域类至强至宝星辰国度，演化亿万星辰，禁锢整片虚空。第6真主催动灵魂类至强至宝闭眼之光，裹挟无解灵魂冲击。二者联手，融合2大至强至宝威，能与上古秘法硬生生凝聚出一尊9头36翼108爪的无上异兽永恒真神。这尊永恒真神完美复刻了远古文明万灵朝拜的奥义，肉身攻防，空间禁锢，灵魂灭杀3位一体，威压覆盖整片战场，让金黄魔神都为之忌惮，不敢妄动。2大真主信心爆棚，笃定无至强至宝的巨斧必死无疑。毕竟这一招是他们依托上古传承，双至宝联手打出的绝杀招式，放眼宇宙海，极少有人能够正面抵挡。可所有人都没想到，巨斧创始者一直深藏底牌，隐忍不发。面对碾压全场的永恒真神，巨斧创始者抬手祭出至强至宝神斧，彻底打破了所有人的认知。原来他早已斩获顶级进攻型至强至宝，只是一直未曾展露。此番被逼绝境，终于底牌全开，正面硬汉神眼族绝杀招式。巨斧创始者的斧法造诣堪称人族天花板，接连施展出第12、第13斧、12柄、13柄亿万丈巨斧，虚影笼罩诸天，撕裂凝滞虚空，撼动永恒真神。极致对拼之下，号称无解的永恒真神竟被正面震退，让2大真主彻底震惊，终于意识到眼前的人族至尊根本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而是足以匹敌任何宇宙最强者的顶级强者。彻底被激怒的2大真主不再有所保留，催动第3真主的第2件至强至宝星辰手，3大至强至宝同时加持永恒真神，让异兽形态再度蜕变，肉身铠甲，利爪战力，灵魂威压尽数暴涨，战力抵达巅峰状态。面对增幅后的绝杀攻势，巨斧创始者依旧从容不迫，接连创出第14、第15全新斧法奥义，尤其是第15斧出世，直接打破维度桎梏，斧法虚影超脱现实空间，降临另类维度，无声无息间击溃永恒真神，强行拆解3大至强至宝的融合形态，将神眼族2大真主的联手绝杀彻底破掉。这一幕让全场所有宇宙最强者彻底死寂，连座山客都为之震惊，直言巨斧已然触摸到元祖层级的门槛，人族或将再度诞生一位纵横宇宙海的无上存在。纵观整场深渊风波，从远古秘文传承现世到5大宇宙最强者巅峰混战，处处暗藏宇宙海的格局真相。神眼族看似底蕴无敌，坐拥上古传承，实则只会照搬残篇，固步自封，靠着先辈遗留的底
底蕴横行霸道，终究难以超脱轮回宿命。金黄魔神实力强横，坐拥至宝，却独木难支，身陷围困，尽显独行强者的无奈。唯有巨斧创始者与罗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罗峰依托自身秘闻天赋，从残破的上古传承中突破自我，打破瓶颈。巨斧创始者苦修符法，自创奥义，底牌全开，不靠族群底蕴，不靠上古残篇，硬生生以战力封神，为人族立足宇宙海，让人族彻底摆脱了弱势局面，在这场宇宙海顶级博弈中稳稳占据了最终的上风。而神眼族的嚣张立威最终沦为一场笑话，不仅没能震慑异族，反而彻底暴露了自身底蕴的短板，为后续族群衰败埋下了伏笔。